这次意外没能结束生命，我的眼睛却像出了问题。从醒来那一刻起，每个人藏得最深的秘密，我都能直接看见。你这个黑心肝的东西，吃我家的住我家的，竟还敢寻死，想让全村人说我逼死儿媳吗？她守寡快10年了，怎么会怀孕？今日不把你打醒，你还真不知道这家是谁做主。母鸡养1年还知道下蛋，你嫁进来3年，连个孩子都怀不上，倒有脸1哭2闹3寻死。夫君，救我！娘，先住手，再打真要出人命了。我早说过别娶这个无父无母的孤女，你偏不听。如今她生不了孩子，还想让你背上官夫的名声。清河，娘也是急着抱孙子，你先认个错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原来不能生的人一直是他，他明明知道，却眼睁睁看着我替他受罪。让他去，没地方落脚，他自己就会爬回来。夫君，这药又苦又腥，我闻着就想吐。这是娘花高价求来的方子，你若不喝，他又要说你不肯为赵家延续香火。娘，快来看，弟妹把您求来的偏方药引全吐了。你说那碗里是什么？就是那个偏方药引啊，喝的越多越容易生儿子，你不知道吗？如果不能生育的人是赵文斌，那我这3年的药骂和屈辱究竟算什么？喂，药库换个地方，鱼都快被你吓跑了。算了，这篇书音给你，我去别处。陆晨舟，你的银子掉了。不是我的，刚才这里只有你和我，不是你的，难道是天上掉下来的？全村都知道陆家穷得叮当响，我身上若真有这么大一块银子，还会穿这身旧衣？那我可真拿走了。谁捡到便归谁。有了银子，赵家至少能让他吃几顿饱饭。娘子，你怎么还在外面？娘气的饭都吃不下，快随我回去。回去做什么？等他拿鞋底继续抽我。你今日到底怎么了？我只是不想再回赵家。你别任性，娘若真被惹急，又3天不给你饭吃，你受得住吗？他在赵家竟过的是这种日子，我明明早就知道他受苦，却连替他出头的资格都没有。赵家的田是我种的，猪是我喂的，衣服饭菜也全是我做的，凭什么他一句话就能让我3天没饭吃？哪家的儿媳不是这样熬过来？你何必把家里的事闹到外人面前？再说，我们成婚3年，你一直没有身孕，娘心里着急，脾气大些也是人之常理。他不是不知道珍惜，既然如此，这个赵家我不要了。黑了心肝的小娼妇，我儿待你还不够好，你竟敢把生不出孩子的责任推到男人头上！你去十里八乡问问，自己生儿育女就是女人的本分，跟男人有什么关系？娘说的没错，若赵家的男人真有问题，我怎么能连生2个儿子？分明是他自己肚子不争气，还想赖别人。娘，清河也是一时糊涂，您消消气儿。你媳妇儿都快骑到你头上了，你还替她说话？弟媳妇就是被2弟给惯出来的，3天不打上房揭娃，打一顿就老实了。您看，他还敢瞪我，这就是心里不服。拿着剪子抽他20下，打完这事儿就算了，否则他别想继续做赵家媳妇。清河，我会护你一辈子，绝不让任何人欺负你。把药喝了，都有了孩子，娘自然不会再为难你。赵文柏，我们和离。说什么？我说，这3年的夫妻，今日到此为止。清河，再说一遍。他说要跟你和离，2弟，你这个媳妇儿翅膀硬啊！想和离？你倒真有本事！一个爹妈死绝，连户籍都攥在夫家手里的女人，离开赵家只有讨饭的命。
我从前就是太纵你，才让你连和离这种话都敢说出。还愣着做什么？打！我最后说一次，我要和离，你签不签都改变不了我的决定。文班，这事赵家确实做得不厚道。清河出嫁时带了30两陪嫁，这些年田里、灶上、猪圈里的活也都是他做的。你3年没生下一儿半女，光求一问药就花了我们多少银子，还想把嫁妆拿走，门儿都没有。药钱可以算，但他3年的工钱也要算。要离也行，赔我10两汤药费，他从此跟赵家再无关系。你这不是算账，是趁火打劫。顾三娘是谁？村里从没听过这个名字。沈清河，你真以为离开我还能活下去？你不能生，又无父无母，哪个男人肯要你？谁说没人要你？他离开赵家，至少还有陆家可以去。我还以为来了什么贵人，原来是陆家那个穷猎户，家里一个病秧子老娘，一个短命弟弟，连自己都养不明白，也敢来替别人出头。我家的事儿与你有什么关系？谁准你进来的？我娘久病，需要一个细心的人照料。我平日进山打猎，家里缺人。清河和离后，若无处落脚，可以暂住陆家，事事由我负责，我也照付工钱。清河手脚勤快，也有耐心，他照顾陆母，你进山时确实能安心。不行，我还没有答应和离。要和离可以，先拿10两银子出来。我给你20两，20两买断3年夫妻，也买断我和赵家的所有关系。银子拿到手，赵文柏当场签和离书。20两，你当真拿得出来？娘，我不想和离。有20两，什么样能生养的黄花小女娶不到，你还守着她做什么？可我心里只有清河。你真傻，他哪里是真想走，不过是拿和离吓唬你。你确定？陆家穷的连水相量的饭都吃不上，不出几日他肯定受不了，哭着回来求你。到时候他已经没了你以后，你想让他当亲还是当妾，不都是你一句话？20两到手，怎么也得让娘分我一半。好，这和离书我签。那20两是我自己攒下的，银子就藏在厨房灶底下第3块松砖后面。娘，沈清河准是在骗您，谁会把20两银子塞进这种又脏又潮的地方？少挡光，有没有银子，挖开就知道。都找这么久了，不如把他叫回来问清楚，万一位置是假的呢？找到了，真有20两。娘，咱家发财了。这明明是我偷偷攒了半辈子的私房钱，男人病重时我都没舍得拿出来，如今竟被沈清河拿来买和离。这个小贱人，我绝不会让他好过。听说了吗？沈清河被赵家休了，3年没生下孩子，赵家能留他这么久，已经算仁至义尽。离开赵家也就罢了，怎么偏偏跟着陆晨舟？陆家一个常年卧床的母亲，一个活不了几年的弟弟，都是吃药的无底洞。赵母虽然凶，至少没让他饿死。别听他们胡说，去了陆家，怕是连糠饼都吃不上。我给不了你富贵，可只要陆家还有一口饭，就永远有你一碗。在陆家，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，只要我还能进山，就不会少你一口饭。我不要工钱，给我一处落脚的地方就够了。等明日我去镇上找到活计，攒够租房的钱便搬出去，不会长久打扰你们。随你。他为什么还想着搬走？人都进门了，我该怎么把他留下？去问锦兰，那小子鬼主意最多。娘，大哥今日去了赵家，等会儿回来时，说不定就给您带个儿媳妇。你哥那张嘴，3棍子打不出一句好话，真能把人带回来。我早就打听清楚了，清河姐姐在赵家受尽欺负，连命都不想要了。只要大哥照着我教的话说，给他住处，给他工钱，再让他吃饱，他一定肯来。你才多大，倒替你哥操起婚事来了？嫂子好，不许乱喊！我是来照顾陆大娘的，不是你嫂子。照顾我娘？我不要工钱，陆家管我吃住就好。陆晨舟啊，陆晨舟，我给你铺好的路，你是一条都没大没小，叫大哥。
2年。进来吧，东边那间房给你住。清河姐姐，那是家里最好的一间屋，床板是新换的，被褥也是大哥今日亲手晒的。走，我带你去看。景安平日连陌生人的衣角都不碰，怎么刚见面就黏着他？好看吧？这是我哥下午专门爬山摘的。他说姑娘家都喜欢花，屋里有花，你住着会高兴。这话究竟是你哥说的，还是你替他说的？景安，你怎么了？你咳成这样，怎么从没听你哥提过？清河姐姐，这件事别告诉大哥和娘，他们已经够担心我了。你这到底是什么病？大概是我太聪明，老天爷看不顺眼，才让我活不长。不过你和我哥一定长命百岁。这孩子安慰人的方式，怎么听都不像好话。当真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大夫说，要用百年老山参和百年石斛一起做药引，才可能保住命。这种东西有钱也未必买得到，多半只在世家大族的库房里。世上既然有药，就一定能找到。清河姐姐若肯做我嫂子，我这病先好一半。小孩子别胡说，我去看看你娘。有戏！你肯来陆家，是我们家的福气，往后恐怕要辛苦你了。我的天，陆大娘真是深藏不露。这是我年轻时留下的一套衣裙，颜色还鲜亮，你去试试。这么好的衣服，真的给我？正是花一样的年纪，别总穿得灰泼泼的，衣服留下，不许推辞。清河，你真的和赵文柏和离了？离了也好。赵大娘那种婆婆，一般人哪里伺候得了？不只是婆婆，赵文柏也从来不是一个好夫君。你是不是还在气头上？文柏哥一直温柔体贴，村里多少姑娘都羡慕你。你平安就好。我出来太久，娘该找我了，先走了。桃枝，你等等。他喜欢赵文柏。你又是怎么看出来的？他提到赵文柏时，耳朵红了3次，眼睛往门外看了5次，没什么能瞒过我。少吹牛，过来帮我烧火。还是我来吧。不用。那我能帮什么？坐着。我哥的意思是，你坐着等饭吃就行，往后劈柴、烧火、挑水都归他。就你话多，还不去干活？外面晒，进屋坐。清河姐姐，今晚这顿饭你最好先别抱太大希望。这是什么菜？红烧肉，那盘是红烧野鸡。这是红烧豆腐，这是红烧排骨，最边上那盘是红烧萝卜。清河，既然进了这个门，就把这里当自己家，千万别客气，多吃些。难怪陆晨超日日能打到肉，可到了他手里，山珍海味全变成焦炭，陆家人却一个比一个清瘦。照这样吃下去，无病也得治出病来。吃吧，凉了更硬。厨房里还有没烧过的菜吗？你们先等一会儿，我重新做。清河姐姐嫌菜少吗？哥，你明日再多烧2盘。这孩子从小不能出门，只吃过他哥做的饭，还以为天下饭菜都该是这个味道。他要亲手给我做饭，我竟也有等他端菜上桌的一天。什么东西这么香？这是什么菜？红烧肉，你方才也吃过。不可能，红烧肉明明又硬又干，还有一股焦口味儿。原来以前的肉是被你烧焦了。能吃便行。说这才叫红烧肉，那我过去吃的究竟算什么？算你命不好。这
这饭怎么能难吃成这样？比清河做的差远了。他已经同二弟和离，往后别再叫他弟媳。好端端的，非要和离做什么？没了他，田没人种，猪没人务，连顿能入口的饭都没有。我只是想给他一个教训，让他明白赵家才是他唯一的依靠。陆家穷的连块好田都没有，他住不了几日便会回来。等他回来，可不能再像从前一样惯你，敢拿和离吓唬男人，先把千规矩立住。他竟拿我的银子买和离，等他回来，我要他加倍还上。他虽不能生，干活确实是一把好手，少了他，咱们一家都得累死。没有男人会真心接纳一个不能生育的女人。沈清河一定会回来，他必须回来，只有他，我肚子里的孩子才能名正言顺成为赵家的后。哥，我昨晚教你的话都记住了吗？这是我卖猎物挣的钱，你拿着买喜欢的东西，以后家里的钱也可以交给你管。语气再软一点，你这样说像拿银子逼人招供。把银子给他，他便会留下。银子留不住人，真心才行。不过连家底都不肯让他知道，他怎么相信你想同他过日子？这是工钱，我才来1日，什么活都没做，哪能收这么多？以后我挣的钱也可以交给你。真有余钱，先给娘和景安买药。我住在这里已经成了你们的情，不能再拿不属于我的钱。你不喜欢银子？谁会不喜欢银子？只是我更想凭自己的本事挣。清河姐姐，你不会嫌弃嘴笨，脑子也不太会哪转的人吧？你是在说谁？反正不是我。这种花不是长在山坡高处吗？路上顺手摘的。你陪着娘，我去山脚采些能卖钱的药草，很快回来。大哥已经进山了，你一个人别走太深。原来这双眼睛不只看人，也能看见藏在草木山石中的隐秘。陆晨舟，等等我。你怎么跟来了？山里有野兽，不是你该独自来的地方。家里已经收拾好，娘的药也喂过了，我只采1个时辰药草，不会走远。我担心的不是家里的活，是你遇到危险。那我跟在你身边也不行吗？可以，但不许离开我视线。你是不是有话想说？小心脚下，附近有我从前挖的捕兽坑，坑口都做过红绳标记。清河，有没有受伤？手脚能不能动？我没事，你呢？皮外伤。景安需要的第1味药，竟真的在这里。只要再找到百年老山参，景安便有希望。脚扭了。只是压麻了，不严重。上来，我背你。你后背刚撞过，总比让你再摔一次强。我的脚已经不疼了，你放我下来吧。方才还不敢落地，现在变好了。若让村里人看见，恐怕又要说闲话。清河，陆晨舟，你把他怎么了？我踩进捕兽坑，是他救了我。你宁愿跟一个穷练进山挖野菜，也不肯回赵家。你说他穷，那你背着药球进山又是做什么？我是在同你说话，轮不到他插嘴。娘说了，只要你回去磕头认错，他可以不计较你擅自和离。你家是祠堂还是土地庙？进门还要先磕头？别同他浪费时间，我们回家。回家。既然软化叫不回他，就逼他走投无路。太阳都照进院子了，还不起来挑水做饭？挑水、喂猪、洗衣、做饭全让我一个人干，我哪里做得完？以前清河一个人怎么就做得完？他没娘家撑腰，你想怎么使唤都行。我娘家有4个哥哥，可不是嫁来给赵家当牛马。大嫂，鸡都跑了。你有手有脚自己抓，别什么都指着我，我又不是沈清河。娘，别让玉芬做饭了，再吃2顿，咱们一家都得被送走。家里确实不能少了沈清河，二弟，你得把他叫回来。他现在住在陆家，应劝未必可。女人最怕没名分、没户籍，县里本就有未婚女子家珍户税的旧例，和离女子虽有30日宽殿，却不是不用做手脚。你认识县衙的人？一个小差，给些银子便能把30日写成3日。他交不起税，官府又逼着配婚，自然只能回来求你。只要能让他回来，银子我出。
清河姐，这是百年石壶，在山里旧捕兽坑旁找到的。你需要的2味药引，如今已经有了一半。你知道它值多少银子吗？再值钱，也没有你的命值钱。清河姐姐这么好，当然应该做我嫂子。又拿我寻开心。这种花不是长在悬崖边吗？听说很难采。不难，屋里空，放着好看。我很喜欢。谁是沈清河？民女便是。年满18，已经和离，名下无夫家，对吧？和离不足3日，按县里旧律，应有30日重新落籍的宽恕。县里新令，宽限改为3日，3日之内，要么重新嫁人，要么缴5两增丁税。拿不出银子，官府便替你配婚。赵家想借官府逼我回头，公文留下，3日后，我们自然给县衙答复。哼，最好别耍花样。这事绝对和赵家有关。他们以为把路堵死，我便只能回头，可他们忘了，路从来不止一条。5两银子不是小数，3日内必须凑出来。你去哪儿？进山。我把弓卖了，再多打几张皮，3日内一定替你凑齐。这是我的户籍和税银，不该由你一个人扛。你在陆家便不是一个人。交了今年的，明年呢？未婚女子不只要交增丁税，田税户税也要加。赵家能买通1次官差，便能有第2次。眼前明明有一条最省银子的路，你们2个偏要绕远。什么路？嫁人。你是猪脑子吗？清河若愿意，她便可以嫁给你。我若趁他走投无路提亲，与赵文斌有什么区别？区别在于，你先问他愿不愿意，而不是替他做决定。娘，咱们该给他们留地方了。清河，不论你怎么选，陆家都护着你。嫁不嫁周儿，都由你自己决定。陆晨舟，我有一句话，只问你这一次。清河，我不是想借官府逼你。你想问我愿不愿意嫁给你？若你不愿，我便卖工卖地替你交税，你仍可以住在陆家，没人会赶你。赵家不要她，陆家也只是暂时收留。一个合理女人，还真能重新嫁到什么好人家？你迟早会回来求我。除了赵家，没有男人肯给你名分。我嫁过1次，那一次因为他救过我，因为所有人都说他合适，我便把一辈子交了出去。后来我才明白，恩情不是婚姻，旁人的选择也不能替我过日子。这一次，我想自己选。陆晨舟，你可愿娶我为妻？你说的是我？院里还有第2个陆晨舟吗？我愿意。我不会说漂亮话，也未必能让你大富大贵，但只要我活着，便不会让任何人再把你当成附属和牲口。我信你。妈妈，我终于要有嫂子了！哥，官差当真去了陆家？我办事你还不放心？那差役收了银子，亲口答应把30日宽喜改成3日。沈清河拿不出5两，只能回来。到时家里终于有人做饭了。这叫饭，这都不吃。嫌难吃，您自己做。等沈清河回来，二弟可不能再惯着，先让他跪着认错，再把家里的活全接回去。他刚离开赵家，便与陆晨舟不亲不楚，回来后确实该立规矩。娘，您怎么又想吐？还不是被你做的饭恶心的。
再过些日子，谁都瞒不住。只要把沈清河弄回来，再让他假放有孕，等孩子生下便说是他所出，老二有了名义上的后，赵家的脸面也能保住。他必须回来。这饭实在吃不下。你们都把我当沈清河使唤，当然处处不顺心。最多2日，他便会回来。他回来时，我要让他跪着求我重新收养。景安，你再掐我一下。1个时辰里，我掐了你20次，再掐下去，你没醒，我先废了。秦总真的答应嫁给我，现在信了吗？他愿意嫁我。嫂子，快来救啊！新衣很好看，谢谢。大白天的，我什么都没看见。大娘，这些东西太贵重，我不能收。别再叫大娘，该改口叫娘了。房契和银子是周二父亲留下的，家底不厚却干干净净。你第2次出嫁，不能再让人觉得你是无处可去才进陆家。我不图排场，只想一家人安稳过日子。那便按你的意思办。银子由你收着，婚事减省，但礼数不能少。你出来！有些人果然见不得别人过好日子。你不是说官差一来，他便会回赵家吗？我怎么知道他会直接答应嫁给陆晨统？你为了套5两税银，竟随便找个男人嫁了。至少我选的男人愿意替我挡刀挡骂，不会把自己的错推到妻子身上。清河，娘知道你是一时赌气，赵家才是你的家，回来吧。和离书已经写明两不相干，我与赵家没有任何关系。你想嫁陆晨舟也可以，但总该先给赵家一个交代。他若真嫁了陆晨舟，便不能再做你的正妻，先把人哄回来再说。清河，只要你肯回头，我可以不计较你与陆晨舟这段事，正妻之位不方便再给你，但我可以纳你为妾。一个生不出孩子的和离妇，能做妾已经是抬举。再羞辱他一句，我便把你扔出去。你连给他提鞋都不配，还妄想让我回去做妾？你们不是舍不得我，只是又想拿我的名声替赵家遮丑。我会堂堂正正嫁进陆家。你们若敢在婚礼上闹事，我便把赵家最怕见光的秘密一件件说给全村听。赵家不会轻易罢休，往后遇事你不能只想着动拳头。他们若欺负你，我总不能站着看。可以护我，但得先站住道理。真闹到官府，拳头大未必赢。那我听你的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听话？从你答应嫁我开始。轻点哇，别把根须碰断。你怎么知道这里有东西？我能看见一些旁人看不见的提示，也偶尔能听到草木的声音。会伤到你吗？不会。那便好。他没有追问，也没有把我当成怪物。走，今日带你挣一笔大银子。清河，怎么了？路边摘的，我很喜欢。一枝草当真能卖银子？它不是普通草，是能救命的药，进去便知道。看病在左边，卖普通草药去后门。掌柜先看货。野生3清，药龄至少20年，根须也完整。姑娘懂药，只认得一些山货。10两，我收了。掌柜若送往府城，不会低于60两，10两太低，我们去别家。山高路远，损耗也要算。20两，40两，50两，这是我能给的最高价。成交。但往后我们再送药材，掌柜要按品相给实价。姑娘若再找到这样的好药，只管送来。一株药能换我大半年猎物，所以山里从来不穷，只是从前没人看见它真正的价值。嫂子，这些银子全是你挣的。是我发现药材，你哥挖出背下山，又一路护着我，当然是一起挣的。价钱是你谈的，我只是出力。一份给娘和景安买药，一份办婚事，
剩下的留作家用和进山本钱。嫂子还没正式进门，已经比我哥会当家100倍。宋礼君看过日子，10日后宜家娶。你们若没有意见，便定这一天。文柏哥已经请媒人上门，我也要成亲了。桃枝，赵家并不是你想的那样，赵文柏也没有表面那么温柔。你自己不要他，难道还不许别人嫁？我只是怕你以后后悔。10日后，那我也把婚期定在这一天。婚期是你一辈子的事，不必拿来同我争。你嫁一个穷猎户，却想劝我放弃读书人。说到底，你就是怕我的婚礼比你风光。我已经把该说的都告诉你，你若仍要走这条路，我不会再拦。那便婚礼上见，到时谁过得好，全村自然看得清楚。我能看见秘密，却不能替别人做选择。往后的路，只能由他自己承担。一个嫁陆承畴，一个嫁赵文柏，这回可有热闹看了。听说是柳桃枝知道陆家婚期后，非要改成同一天。同一天正好，让大家看看穷猎户的婚宴能寒酸成什么样。我二弟是读书人，柳家又有陪嫁，席面自然比陆家体面。成亲过的是日子，不是谁家桌上的肉多。你们还不知道吧？沈清河前些日子一株三七卖了50两。山里若真遍地银子，陆家会穷这么多年，多半是他为了撑场面吹的。这真是陆家的席面，比镇上酒楼也不差。婶子们别站着，今日酒菜管够，吃完还有喜糖。你去哪儿？这么好的席面，当然要把家里人请上来。哥，今日你若再说不出一句好听话，我可真帮不了你。我不需要说的多好听，只要往后一件件做到。赵家请的喜婆也端着碗往陆家来了。这菜还没熟，嫌不好吃便别吃。怎么客人这么少，连喜婆都不见了？陆家那边摆了整鸡整鱼，还有镇上酒楼的点心，大家都过去了。喜婆说先吃饱再回来主持拜堂。那还坐着做什么？走啊！没见过吃屎的饿死鬼！文柏哥，怎么还不拜堂？外面为何一点声音都没有？全村都跑去陆家喝喜酒了，连我家的亲戚也去了，包括你请来的喜婆。他明明说不在意输赢，却把婚宴办得这么风光。我不能承认自己选错，只要沈清河以后过得比我差，我就没有输。本该跪着求我收留的女人，竟真风风光光嫁给了别人。若不是他呼吸这么响，我还以为房里只剩我一个人。陆沉舟，不在。你打算让我一直蒙着盖子到天亮？不好看。好看，比我想过的还好看。我不会挑贵重首饰，这是我自己刻的，若你不喜欢，明日我再去镇上买。我很喜欢。清河，我等这一日等了很多年。那你为何从不告诉我？你那时已有婚约，我只希望你过得好，不敢让你为难。以后不许什么都藏在心里。从今日起，你是我的妻子，是我最重要的人。我不会替你做决定，但会陪你承担所有决定。好，我们一起过日子。娘，今日是大哥成亲的好日子，您怎么哭了？有事高兴。周儿吃了这么多年苦，终于有人真正心疼她，是不是又难受了？刚才吃得急，没事儿。若不是我常年吃药，家里也不会一直攒不下给你治病的银子。娘，嫂子已经找到百年石斛，她说还会找到老山参。百年老山参哪有那么容易？娘，我其实很怕，我嘴上总说不在意，可我真的不想死。我还要看大哥和嫂子有孩子，还想带小侄子上山。不会的，娘便是拼了这条命，也会让你好好活着。
等我病好了，明年今日我还要替大哥嫂子摆一桌团圆饭。醒了。你怎么起得这么早？娘说新媳妇第2日要吃红糖鸡蛋。你放了多少糖？半罐。半罐。我怕不够甜。嫂子今日起得有些晚，新婚头1日，多睡一会儿怎么了？是我没叫她。知道了，全是你的错。昨日是我们的新婚日，你连盖头都没有亲手进。宾客都跑光了，还拜什么堂？我如愿嫁给了文百哥，为什么一点也不欢喜？我不能让沈清河看笑话。无论如何，我都要过得比他好。轻一点儿，本姑娘这身军裙若碰破，价钱便要少一半。陈州，踩的时候捏住根部，别碰破军裙。又是草木告诉你的？这次他嫌你手太重。他还挺挑剔。本姑娘值银子，当然要挑剔。山里路远，你带着路上吃。新婚才2个月，便同男人一起进山做苦力，看来陆家的日子也没有多好。我们进山是挣钱，不是被谁逼着干活。少装好心，你是不是一直等着看我嫁进赵家受苦？我只是不想你饿着肚子进深山，再往前有野猪和陷阱，你别一个人走。不用你管。从最初的2个月到现在，赵母的肚子应当已经4个月，她还能瞒多久？再这样下去，全村都会看出来。钱二狗只会伸手要钱，根本不会管我死活。若沈清河还在赵家，这孩子早就有了顶名的人。娘，衣服洗好了没有？家里还等着做饭呢。催什么催？马上便来。沈清河这回可真发达了，听说1楼竹松卖了大价钱。何止竹松，他前头那株3七便卖了50两。1楼蘑菇能值几个钱？县城9楼已经出到20两，他还没卖呢。20两，他手里到底还有多少银子？赵大娘，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这腰怎么粗了许多？冬衣穿得厚，关你什么事儿？娘，沈清河卖山货又要挣几十两。陆家如今有房有银子，还有救命药，难道真让一个外姓女人全占了？若能从陆家讹来100两，不但孩子有地方安置，我后半辈子也不用愁。姑娘，这批竹荪是今日刚采的，日出后采下，一路用尸苔保鲜，菌血没有一处破损。确实是上品，30两我全收。县里贵客点名要鲜竹荪，他至少能挣100两，30两便想打发我们。30两不卖，40两。今日县里有贵客，云来楼缺的不是普通山菌，而是能让贵客满意的上品。姑娘消息倒灵通，60两，再送一多上等席面，成交。如何？罗掌柜可曾认识一位叫顾三娘的女子？姑娘从何处听到这个名字？她如今是我婆母。三娘是我救命恩人，当年若非她，我早就饿死在逃荒路上。姑娘今拿着她的玉牌登门，便是我的贵客。三娘如今身体可好？若有任何需要罗某出力的，只管开口。我幼年流落街头，是三娘给我饭吃，替我治病，又给了我学徒的机会。后来我多方打听，却一直找不到她。这株山参原本是我留着救命的，既然三娘家中有人需要，便拿去。无功不受禄，60两货款和我们手里的积蓄，能付多少便付多少。当年三娘救我时，也没有问我将来能还多少。你们若一定要算，便按药行收货的半价，余下的是我还她当年的1碗饭。百年老山参，嫂子，2味药引真的齐了，我是不是不用死了？不会死，你还要替我带孩子，还要活到头发变白。药材是真的，年份也足，按方熬药，再配合针灸调养，景安的病有70%希望稳住。清河，你救的不是景安一个人，是我们整个陆家。我们本来便是一家。我去县城抓配药，天黑前回来。路上小心。陆承州今日去了县城，陆家只剩几个病弱妇娆，正是动手的机会。您到底想做什么？陆承州挖过古兽坑，只要我在坑里受重伤，便能说是他的陷阱害人。陆家若不赔100两，就去县衙告他。娘，坑只有1人多高，
您跳下去后把血包挤破，看着吓人，其实伤不到哪里。陆晨头不在家，沈清河若不肯来呢？你去告诉他，赵母独自上山采药，失足落坑。他最爱装好人，不会见死不救。等他到了，愿咬死是陆晨提的捕兽坑害了我，先要100两，不给愿报官。银子不够，就拿房契、山参和树补抵。正好借重伤躲在屋里养胎，等孩子生下，再另想办法定名。我白日看着深血，下过雨，就塌了一点而已。娘，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。娘，叫得再惨些，沈清河才会信。不是假的，我肚子疼，快拉我上去！他真的受伤了。先把沈清河骗了，只要他到了，真伤反而更容易讹钱。先救我！娘，您再忍一会儿，拿到银子，大夫自然请得起。快点！清河，赵大娘掉进后山的捕兽坑，流了好多血。陈州去县城抓药还没回来，景安，你留在家照顾娘，我先去救人。嫂子，我陪你。你的病刚开始用药，不能走夜路，马上去送李正家，让他带绳子和壮丁上山。不管他们想做什么，先救人。绳子不够长，曹植，你去赵家叫文柏他们。孙玉芬，你去请方大夫和村里壮丁，快！大半夜跑这么远，总不能让我白跑。坑里躺着的是你婆母，她又不是我亲娘。再说，这个局本来就是她自己要做的。你给我2两银子，我便去叫人。拿去，立刻走。2指之够请大夫，再加3两，我才帮你把壮丁也叫来。5两都给你，若再耽搁，我便当着全村说清楚你见死所抬。若我当初没有逼你合理，你是不是还会叫我一声娘？别说话，留着力气。文柏他们已经拿绳子上山，大夫呢？急什么？反正他本来就要装重伤，再拖一会儿，陆家赔的更多。他是真受伤，真伤在之前。腹部遭重击，内出血太久，已经没气儿了。娘！大晚上，他为何会来这种地方？婆母听说县城流行吃知了猴，想晚上来捉些买钱，谁知踩进陆晨舟挖的陷阱。我赶到时，赵母已经在坑底。方才你亲口说，这个局是他自己要做的，还收了我5两银子才肯去叫人。你胡说，分明是你不肯及时救他。5两碎银上都有云来楼兑银时留下的梅花戳，搜一搜你的身上，便知道谁在说谎。不管娘为何上山，人死在陆晨舟的陷阱里，他便脱不了干系。报官，让县太爷判他偿命。这是他们自导的骗局，可要救陈州，必须找到能摆上公堂的证据。你一个人进山了？我没事，赵家要报官。别怕，坑是我挖的，我会去县衙说清楚。我陪你，这个局不是意外，我一定会把真相找出来。陆晨舟，你挖的陷阱害死我娘，今日必须给赵家一个交代。后山捕兽坑远离村路，坑边一直有红绳和木牌，他为何深夜过去？人都死了，你还想推卸责任？坑边的红绳虽断，木牌仍在。赵母若只是捉之了无，不会特意绕过山路走到废坑旁。不管他为何去，陷阱总是陆晨河挖的。捕兽坑确实危险，可赵大娘半夜跑去也太奇怪了。此事疑点太多，不能只凭哭闹定罪。那便报官，让县太爷来判。好，报官。你留在家照顾娘和景安。我是你妻子，也是最早到现场的人，我陪你去。哥，嫂子，你们放心去，家里有我。清河说的对，这不是一场普通意外。赵氏因捕兽坑善亡。陆晨舟，这处陷阱可是你所挖？是，但陷阱远离村路，坑边设有木牌和红绳，
赵氏深夜到那里，绝非寻常误入。大人，我娘尸骨未寒，她还在狡辩。仵作未到，现场也未勘验，本官不会只凭一方言辞结案。大人，人确实死在他的陷阱里，凶器归属明确，先将嫌犯收监，才能平息民愤。他们不只想定罪，还要在牢里灭口。我不只是想上山捉知了瓜，谁知道会被他的害死。大人，民婢请求3件事：第一，验尸，查清血衣上的猪血和警示木牌；第三，搜查孙玉芬身上的5两碎银，迎面有云来楼梅花绰，可证明他曾在救人时所才拖延。一个乡野妇女也敢叫县衙办案？若陆晨中有罪，查验只会坐实罪名；若有人设局，越不肯查，越说明心虚。准验尸，准勘查，也准查银。但陆晨仇毕竟涉命案，案例仍需暂押。陆晨仇暂押大牢，任何人不得私刑。待验尸与勘验结果齐全，再开堂审理。别怕，我没做过的事，谁也定不了我的罪。你在里面保护好自己，我会在外面把证据找齐。陆晨仇进了大牢，便别想活着出来。你们花了多少银子买通冯师爷？你少血口喷人！你男人害死人，还想赖到赵家头上？桃枝，你亲眼看见赵母为何去后山？你真要跟着他们把无辜的人送上死路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现在求我还来得及，只要你回到我身边，我可以让大哥替陆晨州说情，给他留一条。你拿他的命威胁我，只会让我更确定赵家参与了这场局。你会后悔的。该后悔的人不是我。县令已经准了验尸和勘查，若陆晨州活着开口，迟早会翻案。我不放心。你在县衙大牢里可有认识的人？牢头马三贪财，只要银子到位，犯人宋寒病死、失足撞死都不算稀奇。要多少？至少10两。这是从柳家裴家里拿的，10两便10两，只要陆晨君死。你的陪嫁银子我先用10两，过些日子再补给你。用来做什么？男人的事少问。若陆晨竹真死了，我也会成为帮凶。嫂子，实在不行便把老山参和石斛卖了，银子可以疏通关系，先救大哥。这是你的救命药，谁也不能动。你哥是被冤枉的，我会救他，也会保住你的药。仵作查出赵母腹部有撞伤，衣上的大半血迹是猪血。你猜的没错，他们确实设了局。有猪血只能证明他想装伤，不能直接证明赵家买通冯师爷和马牢头。赵文柏最沉不住气，只要嫂子装作害怕，他一定会自己漏口风。我去见赵文柏，娘和景安留在家，无论谁来都不要开门。你们要怎样才肯放过我夫君？你与陆晨州才做几日夫妻，真正与你同床共枕3年的人是我。跟你过3年，不如跟他过3日。你再说一遍。赵家给我的只有童子尿、责打和饥饿，陆晨州给我的是尊重和一个真正的家。可惜你的好夫君活不过今晚。你们果然在牢里安排了人，知道又如何？马牢头今晚此时动手，冯师爷会把一切写成病亡。你一个乡下女人，拿什么翻案？你最好记住今日说过的每一个字，将来在公堂上，我会让你亲口再说一遍。谁都不用进山卖药，也不用拿银子求人，随我去县衙。娘，冯师爷把持门房，我们未必见得到县令。你只需报一个名字，顾三娘。韩县令年轻时家贫，是我资助他读书复考。他当年写下此信，说若我有难，可以凭信相见。娘从未想过用救恩换好处，施恩图报不算善意，但今日不是求他报恩，是有人借他的县衙害命，我必须让他知道真相。好，我们一起去救陈州。县令大人公务繁忙，岂是你们想见便见？劳烦通报，顾三娘求见。什么顾三娘、李三娘，统统没听过，赶紧离开！把这封信送进去，若韩县令看过仍不见我，我立刻离开。三娘，这些年我一直在找你。叙旧稍后再说。你县衙里有人收贿栽赃，还要在今夜杀死我儿子。马牢头今夜子时动手，冯师爷的收贿账本就在书房砚台夹层。来人，
封锁冯师爷书房，搜查砚台，再带一队本官随直奔大牢。冯师爷已经派人下手，只怕还来得及。大人，冯师爷书房已搜出暗账，账上记着赵文松10两，赵文柏10两，还有马牢头的名字。把账簿封存，牢中所有涉案人一个都不许放走。替师爷办事是小人的本分，哪里还敢收银子？拿着，事情做得干净些。师爷想让他怎么死？先泼冷水，再关进最湿的牢房，若仍撑得住，便打出内伤。天亮后写成受寒暴毙。明白。别装睡，起来！冯师爷给了你多少银子？死人不需要知道。住手！本官明令不得用刑，谁给你的胆子？大人，小人只是按例管教犯人。按例管教需要收赵家的银子。若没有三娘资助读书，给我复考盘山，韩某绝不会有今日。我帮你，不是要你日后报答，只怕你若真做了官，别忘了穷人也有冤屈，也值得被认真听见。陆公子，让你受苦了。我妻子呢？她和三娘都在县衙外等消息。你自己险些丢命，心里惦记的仍是她。她是我妻子。放心，账簿已经找到，马曹头也人赃并获。赵母之死，赵家设局和冯师爷收带，本官会重新彻查。先派人保护清河，赵家若知道事情败露，可能会对他动手。是。牢里到底有没有消息？杀人又不是杀鸡，总得等到天亮才好写成病亡。那10两银子还是从柳家裴家里拿的，若事情办不成，拿什么补回去？放心，马牢头收了银子不会留活口。赵文柏、赵文松在不在？是不是牢里有结果了？陆晨都死了吧？赵家设行贿、诬告、买凶杀人、买拱带，全部拿下！冯师爷收受魏银，干扰查案，并教唆马牢头杀人灭口。马牢头收擒后私刑犯人，人赃并获。赵氏衣上大半血迹为猪血，真正死因是腹部撞击导致内出血，若及时救治，本有机会活命。我接到消息时已过救治时机，宋礼镇带人先到，孙玉芬比众人更晚，且身上藏有沈清河给出的救命银。赵氏为何深夜进入捕兽坑？不是我，是他自己要跳的，猪血包也是他让我缝的。娘是自己跳下去的。赵大娘想装成重伤，讹陆家100两。孙玉芬明知他后来真受了伤，却收银拖延，不肯及时叫人。你也参与了，是你把沈清河骗上山的。滚人！赵氏死时已有4个月身孕，腹中胎儿并非赵家血脉。不可能！我娘守寡多年，孩子是村东钱二狗的，他还把赵家大半私房钱送给了那个男人。你们总以为秘密藏进灶台、银袋和死人嘴里，便永远不会见光。可秘密最怕的，偏偏就是天亮。我以为嫁给赵文柏便能赢过你，进赵家后，我才知道你提醒的每一句都是真的。你知道真相后仍参与设局，还替他们隐瞒。你不是输给我，是输给了自己的嫉妒和不甘。冯师爷受贿枉法，教唆杀人，革职收监，判流放。马牢头收贿用刑，杀人未遂，杖责后收监。赵文松行贿诬告，买凶杀人未遂，判流放。孙玉芬参与诈骗，见死所财，并故意拖延救援，致赵氏死亡，判重刑后流放。柳桃枝参与设局，诱骗证人并作伪证，念其最终供出实情，放后服刑3年。清河，我知道错了，你替我说一句话，我以后一定改。我离开赵家的那一天，便不再等你的悔意。你如今后悔，不是因为伤害了我，只是因为报应终于落到你身上。娘当年接济过很多人吗？那时靠武艺攒了些银子，便帮过穷书生、流民和无家可归的孩子。人太多，名字大多记不清了。云来楼罗掌柜也是其中一个。后来家里困难，娘为什么不去找他们？施恩若图汇报，便不算善意。当初只是举手之劳，何必拿旧事要求别人？娘一直都是这样。所以你们早就知道娘就是顾三娘。当然，大哥为了保护娘，6年前还差点。 6年前有几名恶人闯进家里，想欺辱娘，我与他们拼命，失手杀伤1人。官府后来查明是入室行凶，我属于自卫，但村里仍有人因此怕我。那时你也不过10几岁，却已经在用命护家人。我早说嫂子不会怕你。我也知道。哥，你笑得太难看，把嫂子看吐了。清河，哪里不舒服？我去请方大夫。清河，你的月事是不是迟了？已经迟了半个月。
恭喜，是喜脉，已有1个多月。我要当叔叔了。谢谢你愿意来到陆家。是你们让我明白，家从来早就是一间屋子了，而是有人愿意护你、信你，也永远等你回来。